甜食啊，可能在加速我们的衰老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宋啊。今天啊，和大家聊一个谁也避不开的话题，关于甜食和幸福感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就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，是吧？忍不住就想吃块巧克力。失恋难过的时候呢，想用一杯奶茶来慰藉自己。熬夜加班的时候啊，觉得喝罐可乐能让自己更清醒，是吧？似乎啊，在我们的意识里边，甜食总是能带来一些慰藉和快乐。我感觉说的就是我啊，我呢今年大概吃了有几公斤的巧克力了啊，几乎都是在晚上剪视频的时候。这个咋办啊？但是最近的一项重磅研究啊，可能要颠覆我们这个认知。这项研究啊，发表在著名的转化医学杂志上。它的实验数据呢，来自一个你可能没听说过，但是在科研界却举足轻重的数据库，就是英国的生物银行 Biobank 啊。那什么是 UK Biobank 呢？那个 UK Biobank 呀，它成立于2006年，是目前全球最大最全面的生物医学数据库之一啊。它收集了超过50万名英国志愿者的基因组学、表型组学等各类数据，而且持续追踪他们的健康状况。可以说啊，这里储存着人类目前对健康最深入的认知。那现在这个数据库啊，已经支持了数千项的研究啊，产生了几万篇的重要论文。比如在新冠期间呢，科学家们啊就利用 UK Biobank 的数据呢，快速找到了某些基因与新冠重症的关联。这次的研究啊非常硬核啊，科研团队啊分析了超过18万名年龄在40到60岁的参与者的数据。不仅啊让参与者填写呢详细的食物偏好问卷，还采集了血液样本，分析了168种代谢物和将近3000多种蛋白质的变化。然后呢，他们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分析，研究人员发现啊，这些人群可以明显的分为3类。第一类就是所谓的健康意识组他们偏爱蔬菜和水果，对肉类和甜食的兴趣较低。这个群体啊，占了大约32%的参与者。这个和我太太倒挺像的啊。第二类是杂食组他们对各种食物都比较包容，但不太喜欢味道特别重的食物。这个群体最大，占了40%。这个我应该属于这个啊。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说的甜食组，他们对甜食和含糖饮料有特别的偏好这个占比大概28%。那我应该是第2加第3种的。接下来就是惊人的这种研究发现了这3类人群的健康状况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。首先是好消息就是所谓的健康意识组的各项健康指标都更好。比如心力衰竭风险降低了14%，慢性肾病的风险降低了31%，血液中的这个炎症指标明显更低。但是甜食组的健康风险显著升高了抑郁症的风险增加了27%，糖尿病的风险增加了15%，中风的风险增加了22%。你说抑郁症的风险增加了27%，这是不是有点讽刺我们吃甜食嘛，本来就是让心情更好结果反而更容易抑郁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研究人员就通过深入的分析发现，这可能和以下的几个机制有关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血糖波动影响心情。当我们吃下甜食的时候，血糖会快速升高，确实会带来短暂的愉悦感，但随后血糖呢就快速下降，反而让我们感觉到更疲惫和焦虑。所以这种大起大落的循环长期来看反而不利于情绪的稳定。第二个呢是炎症的反应。那么研究发现甜食组血液中的炎症标志物比如说 C 反应蛋白，它的水平明显更高，而慢性炎症也被证实和抑郁症存在密切关联。第三呢是营养失衡。研究还发现甜食组体内的 DHA 和欧米伽3的脂肪酸含量比较低。这些营养物质对大脑健康和情绪调节都很重要，缺乏可能会影响心理健康。
那更令人震惊的发现是什么呢？不仅如此啊，研究人员还发现甜食呢可能还会加速我们的衰老啊。在对参与者的表现遗传年龄分析中发现，每天多摄入1克添加糖，就会让我们的生物学年龄增加0.02岁。你想想看啊，如果你每天喝1杯含糖饮料，那大概30克糖啊，1年下来，你这一下就能让你的生物学年龄增加2岁多。哎呀，说到这儿啊，可能有朋友就会问，等等，我怎么觉得这个结论不太对劲呢？是吧？确实啊，我们身边呢是有不少的反例的啊。比如说沃伦·巴菲特啊，股神，这个老汉今年93岁高龄，依然是思维敏捷、工作热情。但是众所周知呢，他特别爱喝可口可乐，而每天要喝好几杯啊。所以早餐呢，他也爱吃冰淇淋。还有最近的董王，你比如很多人的这个长辈啊，可能一辈子都爱吃甜食，却依然健康长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呢，这也涉及到几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啊，就是个体差异，每个人的基因构成啊和代谢特点呢都不太相同，有些人可能天生就对糖的代谢能力特别强，即使摄入较多糖分，也不会对健康造成明显的影响。第二个是生活方式的这种整体性，健康啊不仅仅是取决于单一的因素啊，比如巴菲特虽然爱喝可乐是吧，但是他的生活非常规律，压力管理也做得比较好，而且保持着这种适度运动的习惯，这些积极因素啊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抵消了这种高糖摄入的负面影响。第三就是遗传因素，有研究表明啊，一些人群啊可能携带着特殊的基因变体，使得他们能更好的代谢糖分，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家族的人即使经常食用甜食，也能保持健康长寿。那么再一个就是环境啊和习惯的这种综合作用。我们现在的研究啊，往往是单一变量。但实际上人体健康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这种系统，可能某些看似呢就是不健康的习惯，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下，这种组合下反而容易达到平衡。这就提醒我们，我们在解读这些论文的时候要注意啊，研究结果呢它反映的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普遍规律，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个真理。比如个体差异的存在，就使得我们呢需要更加个性化的这种健康建议。那么任何单一的研究结论啊，都需要在更大的背景下来理解。所以呢，虽然研究数据啊显示甜食和某些健康风险相关啊，但是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必须完全戒掉甜食。关键是要了解自己的身体，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。当然啊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控制糖分的摄入仍然是明智的选择。那水果中的糖分是不是也要注意呢？那么这个事儿啊就比较复杂了啊。比如说到这个甜食，可能有的朋友就会问啊，水果呢是吧？水果不也含糖吗？含糖很高呢，而且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。比如说一根香蕉啊，大概含6到8克的糖。一个苹果呢含10到12克的糖，而一个橙子有8到9克的糖，这些数字啊看起来也不少啊。但研究发现啊，水果中的糖分对健康的影响和添加糖是完全不同的。原因呢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复合营养的这种保护作用啊。这个水果中的糖分啊，可能都配套着大量的膳食纤维、纤维素、矿物质和植物化合物。膳食纤维中呢能减缓糖分的这个吸收速度，避免血糖的快速的波动。另外，血糖中的这种抗氧化能抵消糖分代谢带来的氧化应激。另外呢，就是糖的形态也不同啊，比如水果中的糖呢都是以天然复合形态存在的，像果糖啊、葡萄糖和蔗糖的比例更合理。和精致的这个蔗糖相比，消化吸收会更缓慢和温和。第二个呢，就是饱腹感也有差异。一个苹果呢，可能含有12克的糖，但是你很难一次吃下3到4克甚至更多的苹果。而一瓶含糖的饮料啊，轻松的就能让你摄入40到50克糖。
所以水果的这个膳食纤维啊，能带来持久的饱腹感。有意思的是啊，这个在前面提到研究里边啊，这个健康意识族虽然不爱吃甜食，但是他们普遍很爱吃水果，而且数据显示呢，他们的健康状况最好。这说明什么呢？水果中的这个天然糖分啊，不仅没有危害，反而是健康饮食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不过这儿呢，我们要提醒大家2点啊，水果干你要谨慎，脱水浓缩后的这个糖分含量就大幅提高了。水果干啊，一把葡萄干相当于一串葡萄的糖分，而且你容易不知不觉的就摄入过量了。不停的吃是吧？果汁也要控制，果汁啊，它破坏了水果的整体结构，失去了膳食纤维的那个调节作用，破壁了啊。所以喝果汁比吃水果更容易摄入过量糖分。所以大家呢，完全不用担心啊，吃水果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。相反呢，世界卫生组织啊建议每人每天应该吃200到350克水果，但最好是完整的新鲜水果，而不是果干喝着的果汁。这几天我这个橙子吃的有点多，每天6、7个橘子，2、3个橙子，我得适当控制一下。说了这么多可怕的研究结果啊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办了。其实呢，我们不必完全的戒掉甜食，而是采取比如说下面的策略，就是选择天然甜度啊，要用水果来代替糖果，既能满足呢甜食的欲望，是吧？还能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。第二呢，控制摄入时间，如果真的想吃甜食，最好在运动后或者正餐后立即食用，这时候血糖的波动相对较小。完了，我都是晚上吃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你要寻找替代的方案啊。你想吃甜食的时候，是吧？你先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饿了。在这个用糖的时候啊，你用来缓解压力啊。你如果是后者呀，你不妨试试运动、冥想啊这些其他的减压方式。第4个呢，就是要循序渐进，不要期待一下子能改进饮食习惯。你可以先从减少含糖的饮料开始，慢慢的培养健康的这种饮食的偏好。所以啊，这项研究啊就告诉我们的什么呢？这些看似能带来即时快乐的甜食啊，可能正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身心健康。所以与其呢你用糖分来获取短暂的愉悦感，你不如培养更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让我们的快乐呢更持久更真实。实际上其他的很多成瘾的那些东西啊，包括行为，其实都可以通过锻炼来替代的啊。但是这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的禁止甜食啊，适度的享受这种美食带来的这种快乐呀，就是生活的乐趣之一。关键是我们要找到这种健康和享受之间的平衡点，好吧？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啊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的话呢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，别忘了点赞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